西府王都有沈兄坐镇，用不着什么劳师子监国。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。以徐卿之见，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？陛下，老臣昏聩无能，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。依君父以忧惧，依国民以祸哉，请陛下治臣之罪，明正典刑。国难当头，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。臣上了年岁，人老较多，请陛下恕罪。宋国厉兵秣马，群臣惶然。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，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？臣有上中下三策，为今之上策，请陛下清理土地、军民、钱粮，造册明白，据30州之地，已归宋国，使宋主兵不血刃，抚定江南。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，却不知中策、下策又如何？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，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。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，提调龙翔军，溯流而上，乘其不备，一把火将其周阁焚毁于水寨之中。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记，失了龙翔军，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。亡国之危顷刻眼前，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，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？下策便是割让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，与东南前世联吴越以抗赵氏。为何是江右诸州？不应该是润州、常州、苏州吗？割地以联吴越，陛下早就想过。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苏州呢？几十年来，两国交兵，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。你来我往多少年，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。朕想着，若是那吴越肯要，索性就便与了他。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？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。此3州一旦失了，吴越兵船逆流而上，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。届时，宋军在西，与我大军相峙。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，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，要割让江右诸州。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县。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。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，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，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，尽可坐收渔翁之利。退一步时，坐观成败之机。老将军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。老将军不要谦虚，
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，见奉化、镇南两军节度使出属吴越，效孙刘之故事，成两国之盟好，共抗保宋。国家有难，老臣勉力而为。世子恕罪，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，颁下了严令，无教命，所有公卿宗室、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。我这个世子不得行，为何大郎兄却得进之？世子恕罪，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，也是相公。我是大王世子。世子恕罪，王命不可违。随军粮秣甲仗器械诸事，由谁总领提调？大王，此乃国战，万事皆需小心。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。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，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，处置前方庶务。臣以为，大郎君可为副使，随侍大王左右，提调军前粮秣甲仗器械诸事。允了。儿臣奉教。大王，臣以为，大郎君臣义明锐，有大王救世之风。参与大政以来，处事亦多妥当，宜坐镇西府，行监国之事。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。西府王都有沈兄坐镇，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。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，就这么定了。哼，这李元清又来了。事涉两国邦交，该有的礼遇不可废。大郎提姑去见见他，看看他有什么说法。见机行事，懂？儿臣理会得。贵主欲与我王盟誓。正是。吴越国有定制，前世亦有祖训。勤修共事，尊奉天子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贵主之情，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，老夫领教过了。这些场面上的话，便不必再多说了。左右此事，大郎君也做不得主。郎君只需将老夫代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。请太尉试言之。若能相约为盟，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，再割江州、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，以示盟好。太尉，当我父子是傻子吗？此事成就与否，皆需你父王定夺。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。若是庞氏，确需父王独断。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，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，万万不能。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，盟约之意，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言之。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？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，盟约之事或许能成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算他天生痴傻，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2次吧？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，堂主却未必。
大郎君，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。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，为了筹募龙翔军损失，府库存粮弥耗一空。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，大多流入吴越州县，前后积达15万之众。民为国之本，更是税之源。失民则失财，接连5年税负锐减，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，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。诚如相公所言，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。俗谚有云：“上天要价，落地还钱。”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，不过障眼法罢了。儿臣真正想要的，其实是崇明镇。崇明镇，名为军镇，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，地处海口，大多数皆为浅滩，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，却过浅，只能行些小舟走葛。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，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。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，便是以崇明为界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。崇明以西，只有江船能够通行；崇明以东，只有海船能够通行。崇明，鸡肋之地，吴越要之何用啊？于军事或许无用，却可以用来屯粮。为何要在崇明屯粮？大唐不曾领过兵，若要北上取江东3州，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，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，既不得用不说，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，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。崇明屯粮，为的不是江东3州，对吧？是，父王明鉴。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，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。你去要，他便肯给吗？儿臣去要，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。然则若阿舅去要，说不定是肯的。哦，我395，370。阿娘，对不上呢。对不上，便是有人弄鬼。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，总不成是阿舅自己骗自己吧？那自然不会。可确实对不上呢。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。没错啊。阿娘，你看，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，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、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，却是4670名有余。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3成。契书是与谁家签的？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。一名多少文？770文啊。平安京一名多少文？啊？是了，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，行的皆是一名1000文的旧制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对了。你父祖皆信钱，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，让外人说了嘴，辱没了家世名声，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。我又不要做你丈妻。你再说一遍。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。世子安康。阿娘，阿俊来了。母亲可在？在呢。让他进来吧。母亲安康。阿姐辛苦。确实辛苦。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5色海螺，
说是能吹出宫女之声。小弟特意寻了来，以贺阿姐2酒之臣。缺在何处？还不将来我看？放在一边，你为国家世子，此玩物丧志之举，可一不可再。是谨遵阿姐面会。乏了，出去走走，松松筋骨。儿子侍奉母亲一步。宫室事务繁杂，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，还是要多动动才好。觉着你阿爹偏心了？儿子万万不敢。你是儿子，他是你阿爹，有什么不敢？儿子是吴越世子，一言一行，皆不敢忤逆为敌。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，留着跟外间说就是，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。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，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。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，不与他说明白，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般的日子久了，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，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。父王世居，雷霆雨露，儿子拒不敢抱怨。你呀，想差了，也想小了。元相公故去以后，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。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，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，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。这天下汹汹，纷扰未止。这朝事啊，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。我知道，阿平入朝呢，比你们兄弟早了些，如今又入了相府，正经参与政事了。你们兄弟看在眼里，这着急呀，心里不平，倒是寻常事。儿子倒无不平之意，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，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，这才心生愧疚，想略尽绵薄之力。与你说话真费劲，你这说来说去的，不就是想要入朝吗？你想入朝，想做事儿，这是好事儿。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，当爹娘的只有欢喜。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。阿娘，儿是世子，身在贤继之地，这有些话，阿娘能说，大郎兄也能说，儿子却是说不得。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？罢了罢了，我替你说便是了。你阿爹是个爽利人，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、黏黏糊糊的性子。你这是随了谁了？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。想做事是好事啊，这有何不敢说的？是因为阿平吗？阿平呢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个能干的孩子。这朝野上下、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。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。你总说他像六哥，那依着我看，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。你用他，这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是服气的。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，可这不会做事的人，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，那便是过了30、50年，他依旧是个不会。这些话是你想说的，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？你说呢？自家的儿子，自家心里没个成算呀。我便知道，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。知道你还闷着他，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。阿俊是个好孩子，
我心里都明白。我是想着呀，让他再多长几岁，再沉淀沉淀。上一次他去黄龙岛，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，整日里跟那个盛家、田家、蒋家，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，私下里封官许愿，做了许多糊弄事儿。阿佑也在，当时也没把着点儿。不过也是啊，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，有所偏爱，在所难免。我看他是皮痒了。臣前为郡参见大王。与沈相公见礼。为郡参见相公。臣不敢当世子之礼。沈兄当得起。姑这个儿子，读书的本事平常，也没什么治世才略，只因他生得好，才做了世子。姑毕竟是做父亲的，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，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，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。韩文公有言：“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天地君亲师，伦常之所重。”姑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，以束修之礼，言相公为世子父。文学词章皆在其次，教他些做事的章法、规矩，使其知国事之难，梨树之苦，上下之举。姑全之心，肺腑之意出于赤诚，还望沈兄谅之。臣惶恐。先生在上，学生为郡，自今而始，愿寒暑问安，晨昏定省，恭临教诲。臣已老迈，出身刀笔吏，才智粗鄙，学识浅薄，恐误了世子。汉初3杰出世，萧何为刀笔吏，成两汉400年之社稷。汉末，三国分鼎，卢植为刀笔吏，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，天下之英雄，能得刀笔吏为师宝，我儿之幸也。既如此，臣奉教。以教自即日起，以世子为郡，为官正使，5日移至相府，习学公事。臣等奉教。老太尉可想清楚了，300万斛粮米，化世仇为盟邦。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吗？邦交往来是用国礼，便是当今前王，昔年共谋和议，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。郎君参政相府，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，罔顾国事之重，可是前王之意？我家父王心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。南唐君臣割据称藩，裂土分国，违逆天命。我王所不取也。所谓邦交，纯系笑话，又何能有严厉之词？300万斛粮米之意，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，奔走辛劳，颇为不义，故有此文。依大参所言，此非前王之论，纵使成约，亦不过是私相盟会。大参
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？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。若此事可允，某自当陈情，促成盟好；若此事不得允，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。当年与成交岳对主，前王屈尊亲为庖厨，久猎鱼香，沧海桑田，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。程佑其实年少，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，若无太尉，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。这说起来，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。足下贵为吴越元舅，浙东盐铁副使。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，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？前世有祖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若吴越与南唐盟约，昭示天下，以抗宋主，这等事情，别说江右6州，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，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。有些事啊，说得，做不得；有些事却是做得，说不得。前王什么都没做，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。宋主虽是行伍出身，却也不是个傻子。足下的意思是，白得江右6州，前王不敢，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，共抗北朝，前王是敢的。太尉容禀，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，限于祖训与统序，吴越皆不能允。反之，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，这生意嘛，却还是做得的。却不知若如此，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？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。缺兵，缺粮，缺银卷，缺金帛。吴越有的，大唐都缺。吴越有祖训，虽一兵一卒，不能外借。那么，除了兵卒之外，其余皆可借了。若太尉问的是吴越，有祖训在，都不能借。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，向黄龙社借，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省，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。秦淮社是太尉一手铸造，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，正好当家。既是生意，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，黄龙社都做得。只是老夫现下没钱，这生意可还能做得？没有现钱，可以抵押袋子吗？却不知以何物为押？晚辈听闻，这固郡沙州乃是太尉名下产业。崇明镇